这个男人将钱卷成一个卷，塞进了雪茄盒，然后又将雪茄盒塞进了自己的体内。小帅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哈利波特，而是他即将要进入监狱，必须提前做准备。而正是这个准备，为他日后成功越狱提供了保障。小帅和朋友小李因为参加了反歧视运动，而被送进了大名鼎鼎的比勒陀利亚监狱。入狱前，他们被检查了个遍，就连牙齿都没有放过。随后，狱警带着他们穿过了一道又一道大门，最后终于进入了牢房。牢房也有2道门，蚊子都飞不进去。就这样，小帅和小李的监狱生活开始了。吃饭的时候，监狱的老大咳嗽了一声，于是犯人们开始了接待仪式。小帅和小李被这场面震惊了，不知道这老大是敌是友。外出放风的时候，老大一眼就通过小帅的跑步姿势看出他体内有东西，于是跑了过去。In case you're wondering, it's 20 foot high. Barbed wire flails so it threads right under your skin. Searchlights, all from sundown to sunrise, covers every inch of the yard. Boars with guns. From lock up till dawn, there's nothing they'd like more than to pump holes into you. 小帅相信了老大，将体内的钱拿出来交给了他。老大也没有特意去藏，而是将钱放进了用过的牙膏内，明目张胆地摆在了外面。但是小帅却并没有因为老大说不能越狱而放弃。这天，他终于想到了办法。只见他将一张白纸盖在了门锁上，然后压出锁的形状，再用纸条和铅笔大致弄清楚锁内的长度和轮廓。他想仿做一个钥匙，这个想法虽然看似不可能，却得到了狱友们的支持，甚至还有人为了小帅能看到真正的钥匙，而故意打翻餐盘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小帅也没有辜负狱友们的信任，经过夜以继日的观察制作，他终于在入狱2个多月后画出了牢房钥匙的样子。这个男人越狱的方式太独特了，他竟然要制作钥匙逃出去。小帅按照观察来的钥匙切割、打磨、粘合、烘烤定型，然后测试。这一切太顺利了，可是还没等小帅高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牢房里的第2道门只能在外面打开，就是说即使小帅造出了钥匙，打开也是一个难题。但是当务之急还是将钥匙造出来。于是小帅又开始白天找一切机会观察，晚上不睡觉制作钥匙。没多久，这第2个钥匙也做完了。小帅趁着打扫卫生的时候悄悄测试，却没想到锁弹出来之后，钥匙转不动了。这时放风的狱友提醒小帅狱警要来了，小帅急了一用劲，钥匙还折里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帅拉出了留在锁里的半截钥匙，可是却对露出来的锁无能为力。幸亏路过的狱警也并没有察觉。晚上，小帅焦躁不安，就怕狱警发现锁的异常。狱警也确实发现了，但是压根没想到这会是小帅打开的。看着狱警离开了，小帅才算放心了。很快，他的钥匙又做完了，并且在狱友的提示下，做出了一个在外面开锁的装置。半夜，他趁着狱警离开，开始再一次尝试。就在小帅要庆祝成功的时候，却发现对面的警察似乎在看着自己，于是他立即撤回钥匙，没想到钥匙掉在了地上。面对危机的小帅急中生智，将泡泡糖粘在了装置上，然后1次、2次，终于将钥匙粘了回来。这么刺激的变故让小帅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很后怕，但是希望却近在眼前。他开始疯狂的制作钥匙，在入狱半年多后，他制作出了所有越狱需要的钥匙，然后又偷偷买了监狱的地图和便服。一切准备完，他们开始了第1次彩排。第1道门、第2道门、第3道门都很顺利，可是第4道外面却守着一个狱警，正准备巡逻。几个人连忙躲进了储物间，等他离开，他们开始一道一道的试剩下的门。另一边，曾经帮过小帅的老大发现狱警巡逻完要返回了，便咳嗽了一声提醒小帅和小李。接到提醒的小帅和小李再次躲进储物间，却不小心在门外滴下了几滴汗水。狱警看着汗水很不理解，储物间里的小帅和小李已经紧张到顶点。谁知狱警看着看着居然离开了。回到牢房的小帅连忙将所有钥匙都销毁藏了起来。第2天，监狱果然开始大搜查。监狱长捡到了一个落下的钥匙片，问小帅是什么。It's for photographs, Captain. 躲过一劫的小帅并没有放弃越狱的想法，仍旧在伺机而动。这天，他发现围墙上的狱警要换新人了，于是立即决定实行越狱计划。这些钥匙居然能开门，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些都是小帅自己做出来打算越狱的。今天就是小帅选定的日子。
他先是打开了自己的牢门，然后又放出了左右2个狱友，然后像彩排一样顺利穿过第3道门。但是这一次的狱警却和彩排是完全不同。他上厕所时堵了下水，只能去储物间里取工具通厕所。而对此全然不知的小帅他们还是按照彩排躲了进去。而这时狱警也回来了，正1步2步的朝储藏间走去。眼看着要走到的时候，之前一直在帮小帅他们的监狱老大发现狱警已经过了巡逻的时间还没来，他出现变数，于是制造了电源短路，并大喊大叫。All right, enough! 看到狱警离开，几人连忙从储物间里出来，一路奔跑，一路开门，顺顺利利的来到了最后1道门前，眼看着就要自由了，可是钥匙却失效了，无论如何都打不开。狱友提出了最后的办法，他们竟直接开始凿门锁，巨大的声响回荡在走廊里，每砸一下，他们就多一份危险，也多一份自由的可能。终于，最后1道门锁也被他们打开了。他们换上了准备好的便服，躲过了巡逻的狱警，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是，一出门，他们就看到了监狱长。为了躲开他，他们特意避开了，却没想到又有几个狱警朝他们走来。他们很紧张，可是狱警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一路狂奔着，跑得足够远以后，打了一个出租车。出租车上，每个人都在释放着自己，释放着这1年多的所有情绪。当狱警发现3个人越狱后，感觉很不可思议，紧接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他们。可是小帅他们却已经去了伦敦。这个片子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情节节奏都很不错。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搜索原片观看。